三星 Note 10 Plus 和华为 P30 Pro 可能是目前为止安卓拍照最强的两个机型。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法国之旅，我特意带上这两部手机，让我们在实际的体验中看看两款手机的拍照性能究竟如何。我们从德国斯图加特出发，经过了一整天的驾驶，终于来到了法国的彭德鲁瓦德。这是一个被群山包围的小城市，登上山的最高处，在悬崖边，太阳即将落山，温暖的日落时分，柔和的光线。在这个被称作摄影的黄金时间，我用两部手机拍下了黄昏时候的画面。拍下照片的那一刻，心里是满满的感动。夕阳、晚霞、丛山，因为上一秒仿佛还被繁忙的工作、喧闹的城市所纠缠不休，而此刻却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换一个地方，换一种心情。说到照片，两部手机都有开启智能优化模式，而且都有非常准确的识别出这是日落的场景。两部手机的成像风格各有千秋，三星更鲜艳明亮，华为更真实，更有胶片感。三星对太阳周围的曝光处理更合我心，但放大看，华为的细节和纯净度还是有着很明显的优势。此刻旁边有放羊人引着羊群经过，羊身上的铃铛叮叮作响，打破了山顶的安静，也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时候想要特写羊群发给远方的朋友们分享，当然是用带有更长焦段的华为 P30 Pro 更适合了。不过 P30 Pro 虽然可以把画面拉得更近，但它的成像却丝毫没有夕阳时分的温暖氛围。怎么说，没有遗憾是不可能的。第二天又是长途的驱车，我们没有选择高速公路，而是沿着乡村公路向南方进发。我们没有目的地，车开累了便停下来，在网上订了一间附近的小旅馆。哦，对了，忘了介绍，这次旅行一共有3个人，我和我一起在国内念大学，一起学德语10年的好朋友 Q0 和她的男朋友，我第一次见面的 Christian。在 Christian 把车停在路边查旅馆的间隙，我见外面的风景还不错，于是下车拍了这张照片。天空中有大量的空白，让人觉得主体还不够清晰，改用长焦端尝试，希望可以得到更加紧凑的画面构图。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三星的2倍变焦还是华为的5倍变焦，成像构图上都各有千秋。三星的2倍变焦构图中，可以把观看者的注意力放到云朵和公路上，有一种晴空万里的漫画感。而华为的照片中，人们第一眼更会注意到小屋和屋旁的大树，萦绕着一层浅浅的忧郁。终于到达了旅馆，饥肠辘辘的我们也兴高采烈地迎来了第一顿的法式晚餐。拍摄实物当然要采用大光圈模式啦，大光圈模式下对焦就显得额外重要了。借助 TOF 深感镜头，两部手机都能够拍出背景虚化的大光圈效果，但在对焦方面显然还是华为更胜一筹。三星的景深有点太浅了，萝卜的中段呢还在焦内，而前后段都跑到了焦外。第二张照片也同样如此，三星的温暖色调虽然让食物显得更好吃，但对焦却略显翻车，食物只有中间部分还在焦内。饭后我们决定去逛一逛这个不知名的法国小镇，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小镇，沿着山下的公路散步，一天的劳累也渐渐褪去，开启夜景模式，拍下了山下小屋的照片。2张照片都是手持情况下拍摄的，可以看到华为的 RYYB 的传感器此时有着明显的优势，画面的比起三星也是明亮了许多。但如果只能让我选择一张照片来回忆这个宁静的夜晚的话，我会选择三星的照片，因为那天晚上的光线本来就是暗暗的，山顶微微透着山后的天光。渐渐的我们走出了小镇，在连路灯也没有的公路上，这对热恋的小情侣手拉着手，手指着天空，找寻着北斗七星的踪影。作为好朋友，当然要把这美好的瞬间给记录下来啦。同样是夜拍模式，长达5到7秒的曝光过后，我得到的这张照片。这次我更喜欢华为的成像，虽然三星的成像更符合我当时肉眼的画面，但毕竟这张大浪漫的照片，例外的小情侣才是照片的重点，而只有华为的成像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夜空光线的渐变，背后山峰树木的剪影，远处裸露石块上不知从哪照来的光线，和这对天赐眷侣
相爱的背影，紧握的双手。第3天，我们拜访了一个美丽的法国小镇上贝里。先来一张到此游的纪念照吧。使用2部手机的广角端关闭了智能场景识别，成功让 Q0 实现了1.8米的梦想。成像上华为显得更暖，放大看人物的肤色也显得更加的健康。绕着城市，在关闭了智能场景识别的情况下，我又拍了不少的照片。嘿，来弹幕告诉我，看看哪边是三星，哪边是华为。 When I return from the afterglow, will you carry me like I am whole again? 因为三星配有2倍变焦的长焦镜头，因此在拍摄2倍变焦照片的时候，自然是三星的主场。而华为拥有5倍变焦镜头，在拍摄5倍变焦照片的时候，也就轻而易举啦。反之，三星的5倍变焦成像，因为是由2倍变焦的成像通过数码放大得来，自然就没有华为的细腻了。古老的小巷，狭窄阴暗的街道尽头有一堵墙，墙上有着非常强烈的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拍摄了很多张照片，分别选择的是其中光线处理的最好的一张。窄窄的小巷里，用超广角镜头可以拍出巷子的深邃感。2部手机的成像都不错，说说你更喜欢哪一边？教堂门前有小朋友在玩耍，这个时候5倍变焦就显得更为实用了。用华为的5倍变焦去进行拍摄，既不会打扰到小朋友，还能够得到细节更丰富的街拍照片。从底部用超广角镜头拍天空，配合四周的建筑，可以得到天空游泳池的效果。三星等效12毫米的超广角端，相比华为的等效16毫米，在此优势尽显。不仅网罗了更多的建筑物，让天空显得更小，同时也因为优秀的明暗控制和色彩控制，得到了更暖的房屋、更蓝的天空，让整个画面更加的生动。给三星点个赞。Take me back where I belong. I want it all. I had a feeling, but the feeling is all gone. 穿过一群私人住宅，又来到了主干道。黄昏时分，街道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在街角呼朋引伴的黑哥哥，有在路边咖啡厅下班闲聊的工作族，有在路中央玩耍的小朋友。这么多生动的生活场景，当然要使用全景照片来记录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华为的全景模式最多只能拍摄180度角，略显遗憾。第2天一早，我们便开启了休闲模式，因为我们要去山里徒步了。2个小时在丛林中穿梭，突然来到了视野广阔的山顶，疲惫也瞬间一扫而光。突然想起饭扫光，肚子好饿。山下无数的细节让我好奇的想用望远镜来看个清楚。10倍变焦，这已经是三星的极限了，但我觉得还不够近。来吧，华为，50倍秀出你自己。好吧，放弃伟大的梦想，还是拍点游客照吧。三星对于背景的虚化还是相当的完美的，抠图几乎没有任何的破绽。反观华为那边，帽子顶上莫名其妙的被抠来一小块天空。不过人像模式也并不适用于拍摄游客照，因为完全不可见的背景并不是我想要的。选择普通的自拍模式，再来一张。三星那边把脸拍得红红的，华为这边的肤色呢明显就要更加自然了。继续用华为来拍一张照片，开启美颜模式，再来一张。这才是真实的我嘛。不过要把手机放在地上拍自拍的时候，华为就不酷了。华为 P30 Pro 支持笑脸快门模式，也就是当你一笑便会激活快门，咔嚓一张。可惜啊，我们都很酷，不想用笑脸来当快门，所以我们选择了三星。
三星支持用手掌来激活快门，只要画面中检测到手掌的出现，便会激活倒计时来拍摄一张图片，简直是酷毙了，有没有？欢乐的一天就在这美丽的山坡上度过了。第二天，我们来到一个叫做普鲁日的法国小镇，电影诸如《三个手枪手》、文森特先生都有在这里进行取景。在这里，我主要想看看2部手机的手持稳定效果如何。没有借助额外的器材，我把2部手机紧紧地靠在一起，以让它们尽可能获得同样的稳定度。可以看到华为 P30 Pro 的稳定效果还是要遥遥领先于三星的 Note 10 Plus 的。因为最近几年很流行的景深镜头，这2部手机也支持实时录像的大光圈模式，尝试拍摄了路边画廊门口的画作、村里的红花，还有享受着美食的 Q0。总的来说，还是三星的模糊效果更为可靠，不过破绽还是有的。这里就要插句局外话了，对我而言，只要有1秒钟的破绽，那这段视频就是不可用的。因为不管是再美的人还是再美的景，只要破绽一出现，观众们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那整个视频也会瞬间显得巨 low 无比。更可爱一点。哇，超好吃啊！所以大光圈模式现阶段还是更适合拍照片。话说三星的大光圈模式拍摄的照片还是很不错的，抠图也非常的自然。只是呢，不知道华为是中了什么邪，连拍3张没有1张对上了焦。旅途啊，转眼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天，我们终于进城了，来到了里昂。里昂是法国的第3大城市，这里有我们向往已久的火锅店。在城市里徒步了将近20千米，越过了横穿里昂的罗纳河和索恩河，走过了里昂的大街小巷，登上了里昂市内的最高点，整个城市的风光一览无余。最后一次拿起2部手机拍摄下最后一组的对比照片，首先是常规端。光学变焦的长焦端分别是2倍和5倍的光学变焦。以及10倍的混合变焦。有没有看到远方山后的白色物体？最后用华为的50倍变焦来进行拍摄，得到了这张照片。请问这是白云还是雪山？以上就是三星 Note 10 Plus 和华为 P30 Pro 的拍照对比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气球非常享受这次旅行，也非常开心一路上拍下这么多美好的风景。可能有人会问了，气球啊，你不觉得自己一路上都像一个电灯泡吗？我当然不觉得啦，因为虽然我是一个人，但是还有无数个人通过我的镜头来和我一起分享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呀。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欢迎点赞、转发、投币。想要看到更多的数码产品体验视频，欢迎关注我是个气球频道。不行了，我要吃火锅去了，我们下次再见吧。